有没有小伙伴是这种情况？明明不算胖，体重、体脂率等等指标也都在正常范围内，但就是有肚子，穿衣服总是凸出来一坨。如果你就是这种情况，那么站起来，背对墙面，头、肩、臀和脚后跟都挨到，接着将一只手从腰间穿过。如果腰和墙壁之间的间隙大于了一个手掌的厚度，甚至都能穿过一个拳头了，那么你就很有可能存在骨盆前倾的问题。你也可以用其他方法对该结果进行一个多重验证比如观察自然站姿下髂前上棘是否处于耻骨联合的前侧或者躺在床边进行托马斯测试。如果结果都呈阳性，那么骨盆前倾妥妥实锤了，而这也是导致你肚子无中生有或者是更往外凸的主要原因。骨盆前倾它属于下交叉综合征的其中一种表现，它的根源在于身体前后两侧的肌肉力量失衡。长期的久坐或者是缺乏锻炼，都会使得腹肌、臀部以及大腿后侧的肌肉松弛无力、被动拉长，而髂腰肌和竖脊肌等肌肉又过度的紧张活跃，长期缩短。对于女性而言，怀孕或者是长期穿高跟鞋也是骨盆前倾的主要诱发因素。骨盆前倾它本身并不属于一种病症，只是一种不良体态。但如果长期处在这种不良体态下，就容易带来真正的问题比如腰椎过度反弓引起了腰背部疼痛膝关节超伸带来了膝部疼痛等等。而从外在美观的角度来看，骨盆前倾的确会让臀部看起来更加的挺翘，但伴随而来的是脊柱反弓把腹腔更往外推，肚子也就凸显出来了。那么骨盆前倾究竟该如何纠正？如何把这个莫须有的肚子给推回去呢？这里我教你们一套完整的训练方案，一共包含了4个步骤、6个动作，每天花上几分钟练习，骨盆前倾的问题就能很大程度的改善。大家可以将视频填进书上夹中，方便日后回看回练。第一个动作，我们要对大腿前侧的肌肉进行一个舒展放松。首先，跪坐在垫子椅头，双手放置于身后，然后躯干一点点的往后倒，找到一个大腿前侧差不多7分左右的牵拉感，保持住。与此同时，增加一个抬起髋部的动作。这里要注意，不是挺肚子，而是挺髋部。如果你的柔韧性较好的话，那么可以继续往下，并用肘部来进行支撑。这个动作我们保持40秒。接下来是针对竖脊肌的放松。首先，两腿打开，膝盖伸直，然后用右手摸到左脚的脚尖，拉伸一下右侧的竖脊肌。如果肌肉比较紧，摸不到脚尖，那么可以顺着小腿往上，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位置即可。或者也可以退而求其次，采用婴儿式这个动作来进行替代。这个动作我们一侧进行40秒。接下来是对屈髋肌群，尤其是髂腰肌的舒展放松。这个动作画个重点，
因为它很重要，但也十分容易做错。关键就在于你的骨盆是否处在了一个正确的位置。如果它向前偏转了，那么就不能很好的拉伸到屈髋肌，而且还会进一步加大腰部的代偿。你要做的就是将骨盆调整回中立位，把这碗水放平，然后将上半身和髋部作为一个整体一起慢慢向前推，去感受髋部前侧的牵拉感，身体不要有任何形式的侧转，要始终朝向正前方，保持40秒。然后我们换边。接下来我们要对松弛的臀部肌肉进行一个加强，采用的动作是臀桥变式，需要将两个脚板底贴在一起，利用脚部的外侧来支撑地面，然后进行一个伸髋，也就是抬起髋部的动作。这样的好处在于训练臀大肌力量的同时，也能很好的给到薄弱的臀中肌足够的刺激。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动作顶端不要顶肚子，把髋部抬高至肩和膝一条直线上就可以了。向上的时候吐气，下方的时候吸气。动作顶端稍作停留，这个动作我们一共练习15次。接下来我们要对腹部力量进行强化。平时我们用到的常规练腹动作，比如卷腹啊、抬腿、支撑肋这些动作，虽然对腹部有非常好的刺激效果，但是对于本身腹部力量就比较弱，而且肌肉感知差的朋友来说，效果就可能不理想了。而且这些动作或多或少还会练到屈髋肌群，这对于屈髋肌群本来就紧张的骨盆前倾的朋友来说就不大合适了。所以这里我换成了卷腹的变式动作，也叫抬髋卷腹，是在常规卷腹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髋部微微抬起的动作。这样就可以避免在做卷腹动作的时候屈髋肌群的不必要参与，同时还能进一步增加腹肌的收缩幅度。动作过程中下巴要贴紧胸口，不要甩脖子，顶端可以稍作停留。这个动作我们一共练习20次。
最后一个动作是死虫式，这个训练能确保我们在做下肢动作的时候，骨盆处在正确的位置，养成良好的发力模式，构建一个更加高效的腰椎骨盆髋综合体。首先，我们要将双臂指向天空，膝盖弯曲90度，然后同时充分伸展我们对侧的手跟脚，另外一侧保持不动。这个动作我们节奏不用太快，慢一点的话效果会更好。要充分去感知身体对每个部位的控制，然后两侧交替进行。这个动作我们一共练习20次。以上就是一次完整的骨盆前倾纠正流程。每天早上起来花个几分钟走一轮，就能显著的改善目前的体态问题，凸出来的肚子也能得到很好的解决。OK， 这里是 Eric 凯的电台，关注我，给你最标准、最科学的健身方案。我是 Eric，咱们下期见。